如果你問台灣人，台灣最值得去的地方是哪裡？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，幾乎都是那幾張經典明信片：台北101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。這些地方當然很漂亮，但問題是遊客也真的很多，多到有時候你拍一張風景照，前面站的不是山，不是湖，而是一整排自拍棒。其實真正懂玩的旅人都知道，台灣最驚豔的風景往往都藏在地圖角落，甚至可能有很多台灣本地人都没去過的地方。今天這一集我們就來看看台灣10個必打卡的冷門景點，讓你知道原來台灣這座寶島比你想象的還要瘋狂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們直接開始。第10名，忘憂森林。如果有一個地方會讓人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進電影裡的奇幻森林，那很可能就是忘憂森林。這個地方藏在南投山林溪附近的山谷裡，本來只是一片普通森林，但多年前山崩之後，溪水被堵住，整片樹林慢慢被水淹沒，大量樹木因此枯死，只剩下一根灰黑色的樹幹從水面直伸出来。結果大自然意外創造出一個非常特別的景象，一整片靜止的水面上面站着密密麻麻的枯木，看起来就像一座被时间冻結的森林。最神奇的是清晨，當山裡的霧氣慢慢飄出來，薄霧貼着水面移動，枯木的倒影在水中輕輕晃動，整個畫面就像一幅水墨畫。站在木栈道往前看，四周安靜到只剩竹林被風吹动的聲音，水面像鏡子一樣把天空、霧氣和枯木全部倒映進去，感覺就像上下2個世界疊在一起。很多第一次來的人都会愣住幾秒，因為這種景色不像台灣常見的森林，反而更像北歐某個神秘沼澤。也難怪很多攝影師會專門凌晨上山，就為了拍那一層短暫出現的晨霧。第9名，神秘海岸。如果說台灣有哪一段海岸看起来像電影裡的探險場景，那金山的神秘海岸絕對排得上名。這個地方就在新北金山海邊，但奇妙的是，很多遊客其實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，因為入口非常低調。你要先沿着海岸小路走一段，再翻過幾塊巨大的岩石，視線突然一打開，眼前就會出現一座巨大的海蝕洞。海浪從太平洋直接衝進洞裡，轟的一聲回響在岩壁之間，整個空間像天然劇場一樣震撼。最經典的畫面是站在洞口往外看，洞穴形成一個天然的曲形框，外面是藍色海面和天空，海浪一层一层拍打進来，畫面看起來非常壯觀。很多攝影師第一次来到這裡都會愣一下，因為這個海蝕洞的規模比想象中大得多，有人甚至說這裡有點像台灣版冰島海岸。而最神奇的是，這樣等級的景觀很多時候現場卻只有幾個人，可能只是幾個攝影師架着腳架，或者幾個背包客坐在岩石上看海。站在洞口的時候，你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觉，明明離城市不遠，卻像發現了一段還沒被完全發現的海岸秘境。第8名，抹茶山。第一次看到抹茶山照片的人，很多都會問同一句話：這是紐西蘭嗎？其實不是，它就在台灣宜蘭。抹茶山其實是三角輪山的一段山脊，因為整片山坡被濃密草原覆蓋，從遠處看一層一層圓滾滾的綠色山丘，就像一塊剛切開的抹茶蛋糕，所以網友乾脆直接幫它取了一個更好記的名字——抹茶山。真正爬上去的时候，你才會發現這地方的景色很不真實，綠色山丘一層一層延伸到遠方，山脊像波浪一樣起伏，有時候雲霧從山谷慢慢爬上來，整片山就像飄在雲海上。很多登山客走到這裡都會停下來，因為那種畫面真的很像電腦桌布，怎麼看都有點不像在台灣。雖然登山路程不算特別輕鬆，需要爬上將近3小時，但當你站在山頂往遠處看，眼前的一整排柔軟起伏的綠色山丘，很容易讓人有一種奇妙的感覺，好像自己站在一片巨大抹茶蛋糕上面。也難怪很多人第一次來都會說一句話：這地方如果在國外，早就變成世界級網紅景點了。第7名，水漾森林。這個地方藏在嘉義阿里山山區深處，本來是一片普通森林，但多年前地震造成地形改變，溪水被堵住後形成湖泊，整片樹林慢慢被水淹沒，大量樹木因此枯死，只剩下筆直的樹幹從水面冒出來。結果大自然意外創造出一種非常夢幻的景觀，
整片湖面像鏡子一樣平靜，灰白色的枯木一根一根站在水中，看起來就像一座漂浮在湖裡的森林。最迷人的時候是清晨，當山裡的霧氣慢慢飄進來，水面會出現一種淡淡的藍灰色，枯木的倒影在水裡輕輕晃動，整個畫面像一幅會呼吸的水墨畫。很多攝影師會特地在這裡露營，因為日出那一刻，太陽從霧裡慢慢升起，金色光線穿過這些枯木，整片森林會被染成溫暖的橙色，那種畫面真的很像電影裡的奇幻世界。也正因為位置偏遠，走到這裡需要爬山好幾個小時，所以游客並不多。很多時候，整片森林只有幾頂帳篷和幾個攝影師，安靜到連水面的小波紋都聽得到。也正因為這種神秘氣氛，水漾森林一直被很多登山客稱為台灣最像魔法森林的地方。第6名，大峽谷月世界。如果有人把這裡的照片給你看，你很可能會以為那是美國亞利桑那州或者某個沙漠國家，但其實這個地方就在台灣台南，它就是草山月世界。這裡最特別的地方是一種叫做鄂地地形的泥岩景觀，整片山谷幾乎沒有樹木，灰白色的泥岩山丘一層一層延伸出去，表面被雨水冲刷出密密麻麻的沟壑，看起来像被雕刻过一樣。從遠處看，這些光禿禿的山丘真的很像月球表面，所以當地人乾脆直接叫它月世界。白天的時候，這裡是一片灰白色荒涼地貌，但真正驚豔的時刻是在傍晚，夕陽慢慢落下，陽光照在這些泥岩山丘上，整片地形會從灰白色變成橘紅色，山谷的陰影也會被拉得很長，看起來就像一顆外星球的地表。如果你站在觀景台往遠處看，那種感覺真的會有點不真實，因為台灣給人的印象通常是森林、海岸和山脈，很少有人會想到這座島上居然還藏着一片像月球一樣的地貌。也正因為這種強烈反差，很多攝影師都會專門跑來這裡拍日落，因為當整片月世界被夕陽染紅的時候，那畫面真的像科幻電影裡的場景。第5名，老梅綠石槽。這個地方位在新北市門海邊，本來只是一片普通的岩石海岸，但每年春天，當海水溫度和潮汐條件剛好配合的時候，一種綠色海藻會慢慢附着在石槽表面，結果整片海岸線就會出現非常奇妙的畫面，一條一條整齊排列的岩石溝槽，上面覆蓋着鮮綠色的海藻，看起來像鋪了一層綠色地毯，一直延伸到海裡。海浪打上來的時候，水會順着石槽流動，綠色海藻在水流中輕輕擺動，遠遠看就像海岸在呼吸一樣。尤其從高處或空拍角度看，綠色紋路一條一條向海裡延伸，線條整齊到讓人懷疑是不是人工設計的。最特別的是，這種景觀其實是現實出現的，一般只在每年大約3月到5月之間最漂亮，等到天氣變熱或者海浪变強，這些海藻就會慢慢消失。也正因為這種短暫又獨特的景觀，老梅綠石槽一直被稱為台灣最夢幻的海岸之一。第4名，象鼻岩。如果要說台灣最有想象力的岩石景觀，那象鼻岩一定榜上有名。這個地方位在新北瑞芳的深澳海岸，從遠處看過去，一整塊巨大岩石從海岸向外延伸，然後在末端彎下來，形成一個天然的拱門。整個輪廓看起來就像一頭大象站在海邊，把長長的鼻子伸進海裡喝水，所以大家乾脆直接叫它象鼻岩。最經典的畫面是站在岩石上往海面看，拱門下方就是湛藍的海水，海浪不斷從岩石底下穿過去，有時候陽光照進來，海面會反射出非常漂亮的藍色光線。從空中或遠處看，這塊岩石的形狀會更明顯，以致石頭大象仿佛真的趴在海邊。也正因為這種非常罕見的自然造型，象鼻岩曾經是台灣攝影圈非常熱門的秘境，很多人會在日出或日落的時候來這裡拍照。當橙色陽光照在岩石上時，那畫面特別震撼。不過也因為長期風化和海浪侵蝕，這種天然岩拱其實非常脆弱，所以很多人來到這裡都會特別珍惜還能看到它的時刻。畢竟這種由海浪雕刻出來的奇特地貌，一旦崩塌就很難再出現第二個。第3名，鴛鴦谷瀑布。這個地方藏在苗栗南莊的山區的森林深處，外面看起來只是普通山路，但當你沿着步道慢慢走進山谷，
空氣會越來越濕潤，樹木也越來越高，耳邊開始聽到越來越清楚的水聲。再往前走幾分鐘，突然就會看到一道白色瀑布從岩壁上傾瀉下來。瀑布不算特別巨大，但水流非常乾淨，從高處落下後衝進一潭碧綠色的水池，周圍全部被濃密森林包圍。最特別的是這裡的環境，四周高大的樹木像天然遮陽傘，把陽光過濾成柔和的綠色光線，所以即使在夏天，走進這裡也會有一種像進入天然冷氣房的感覺。很多登山客第一次看到這裡都會有點驚訝，因為這種瀑布景色在台灣其實不少，但鴛鴦谷的水特別清澈，加上森林非常完整，看起來就像電影裡的原始森林秘境。有時候陽光剛好從樹葉間灑下來，水霧在瀑布前形成一層淡淡的光影，那畫面會讓人忍不住站在原地多看幾分鐘。也正因為位置比較隱秘，這裡一直沒有被大量游客占滿，很多時候只有少數登山客或攝影師靜靜坐在溪邊聽水聲。第2名，澎湖藍洞。如果說台灣有一個地方看起來像進入科幻電影裡的海底世界，那澎湖藍洞絕對算得上。這個地方位在澎湖西基嶼附近，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大海蝕洞。平常從外面看，它只是海岸岩壁上的一個洞口，但當船慢慢駛進洞穴，你會突然發現整片海水變成一種非常亮的藍色。原因其實很簡單，陽光從洞口照進來，再經過海水和岩壁反射，整個洞穴就像被藍色光線點亮一樣。尤其當海況平靜的時候，水面會變得非常清澈，藍色光線在洞裡不斷晃动，看起來就像整座洞穴在發光。也正因為这種特殊光線效果，澎湖藍洞常常被拿來和意大利卡布里島的藍洞比較。不過今年台灣禁止遊客擅闖澎湖西嶼藍洞，否則最重判5年或罰2000萬台幣。第1名，嘉明湖。這座湖泊藏在台東的高山之中，海拔大約3300公尺，是台灣少數真正位在高山上的天然湖泊。從空中或高處看，它的形狀像一滴眼淚靜靜躺在山谷裡，因此也被很多人稱為天使的眼淚。最迷人的地方是它那種非常特別的湖水顏色，在晴天的時候，湖水會呈現出一種藍綠色，有時候像藍寶石，有時候又帶一點翡翠的顏色，隨着天空和雲層變化不斷改变。湖的四周是遼闊的高山草原，再遠一點就是連綿山脈和雲海，整個畫面乾淨到幾乎不像現實世界。不過想親眼看到這滴天使的眼淚，可不是隨便走走就能到。登山客通常需要花2到3天時間，背着裝備穿過森林，爬上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步道，才能抵達這裡。但也正因為這段不算輕鬆的路程，讓嘉明湖一直保持着一種非常純粹的感覺。很多人第一次走到湖邊都會安靜下來，因為當你站在那片高山草原上，看着湖水在風裡輕輕晃動，遠處雲海慢慢翻過山脊，那一刻真的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。原來台灣這座島不只是城市和夜市，它的山裡還藏着像仙境一樣的地方。但如果你真的開始往地圖角落探索，就會發現這座島其實藏着非常多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有像外星球一樣的草山月世界，有像童話森林的忘憂森林，也有高山上的藍色秘境嘉明湖。很多地方甚至連不少本地人都還沒去過，但風景等級卻一點都不輸世界級景點。也許正因為這些地方沒有被過度開發，才保留了最原始、最安靜的樣子。下一次如果你來到台灣，不妨試着離開那些最熱門的觀光路線，也許在某一段山路、某一片海岸，甚至某一座森林裡，你會突然遇見一個讓自己停下来發呆幾分鐘的地方。因為有時候真正讓人記住一趟旅行的，不是最有名的景點，而是那些原本沒在計劃裡的風景。好了，影片先到這裡，記得訂閱加點讚，當然也可以留言告訴我你去過幾個地方。我們下期見。